上一集我们讲到了99年薄熙来主政大连的时候，那时候薄熙来的政治生涯在全速冲刺，他的私生活也在全速崩塌。这一集我们从那场崩塌里第一道裂缝讲起。谷开来41岁那年决定不演了。99年底，他带着12岁的呱呱登上了一架飞往伦敦的班机。这时候薄熙来已经从大连市长爬到辽宁代省长，北京红墙的大门正向他半开半掩，这颗政治明星正在升空，可他的私生活已经一地鸡毛。路透社2012年那篇深度调查里是这么说薄熙来的，说他有严重的婚外情，女模特、女下属，传闻满天飞，多到让谷开来这种讲究体面的女人都顶不住。据当年大连政商圈给路透社的转述，谷开来这次拎包出走的直接导火索是薄熙来又一次毫不收敛的高调出轨，对象是大连本地一位年轻漂亮的电视台女主持人。他忍不下去了，他要走了，他要去的是伦敦西南2小时车程外的一个海滨小城伯恩茅斯。他搬进了市中心一栋名叫 Keystone House 的小楼。2012年案发后，美联社记者实地走访过这栋楼，拜访了那些年和谷开来打过照面的一位英国商人。报道里说，这间公寓简陋、朴素、不起眼，跟一位堂堂大连市长夫人毫不相称。但这就是他要的，他不想让英国邻居知道他到底是谁，不想被中共驻外的那些外围机构盯上。当地有个做热气球生意的英国人叫贾尔斯·霍尔，是少数几个跟谷开来打过正式交道的本地人。霍尔讲了他认识的谷开来，他说谷开来住的公寓非常普通，可他每天出门那一身行头不得了，名贵的高跟鞋、高定裙装，外加毫不掩饰的巨钻和祖母绿。他显然觉得到了海外就有了张扬的特权，他把全部的安全感都焊在那层外人能看见的昂贵皮囊上。2000年，谷开来想从霍尔这儿订一个巨大的红白相间热气球运回大连，挂在天上做城市宣传。付款的时候，他让霍尔做一件事，把这个原本只值6万英镑的发票虚开到25万，多出来的19万英镑留着付薄呱呱在哈罗公学和 Pebblewake 预备学校的学费。这是国内玩的贼溜的把戏，虚开发票报销赚钱。可惜霍尔60多岁了，是那种一根筋的本地英国生意人，他哪见过这种中国的野路子，一口回绝说，夫人，我们公司的财务审计绝对不允许这种违法操作。那一瞬间，那层精致的上流皮囊被谷开来自己撕了下来。他指着这老头的鼻子说，你知道吗，我在中国政府里有非常强大的人脉，只要我一句话可以把你扔进中国监狱，让你永远见不到天日。霍尔后来对记者回忆说，他当时心里就一个判断，这女人疯了。这件事像一记冷拳，让谷开来意识到一件事，英国这套讲老钱规矩、过银行审计的商业生态跟他那套特权逻辑根本不接轨。他需要一个人，一个懂英国规则又愿意陪他破规则的中间人。接着那个早就在大连认识的英国人尼尔·海伍德顺势顶了上来。海伍德是一个落魄的英国中产，一口流利的中文加上哈罗校友那点虚名，他没钱，但有一把所谓的中国门路。海伍德正式接班，做了薄家在英国的私人事务管家。接下来这10年是这个买办的养成期，海伍德给呱呱物色寄宿学校，帮谷开来对接英国律所，替薄家打理那一长串以欧洲离岸架构持有的房产。活越来越杂，越来越深，也越来越见不得光。至于他和谷开来到底是什么关系，2012年案发后，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挖，很多报道说两个人是情人，但在路透社2012年4月那篇调查里，重庆当地认识双方的商人王康给出了一个描述。他说薄熙来和谷开来已经多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夫妻，谷与海伍德有深度关系，但他们没有恋爱关系。卫报记者 Tanya Brannigan 2012年4月找到了一位重要的匿名信源，一位被称为 Jaffa Cakes 的女士。这位女士每6周从英国寄一次英式饼干给海伍德，是海伍德在英国为数不多的发小级密友。Brannigan 引用他的回忆说，海伍德对谷开来的评价根本不高。他说他精神不稳定，听他那个语气，绝对不像一个被这个女人迷住的男人说的话。谷开来把海伍德当成他海外那个极小内圈里最深的密友，一个知道他秘密的人。海伍德把谷开来当成他在中国吃饭的金主，加上一道半敬畏半忌惮的精神阴影。他俩到不了爱情那一层，但远远超过了普通的雇佣关系。这种知情过密的局外人关系是这个世界最危险的位置之一。2007年，薄熙来从商务部长被打发到重庆，呱呱上了大学，谷开来也回到了重庆。他的妄想症从这之后一年比一年重。大约2010年那会儿，谷开来给他核心内圈里的几位外国人，包括海伍德和法国人德维利耶，下了一道硬指令，让他们立刻和各自的结发妻子离婚，并且单独向他，也就是谷开来本人宣誓绝对的效忠。当时的谷开来脑子其实已经瓦特了，常年吃药加上重金属中毒，让他有了严重的被害妄想症。他看谁都像内鬼，今天觉得你老婆是中纪委的卧底，明天觉得她老公会把账本捅给北京。
海伍德有个中国籍妻子王露露，大连人，他给海伍德生了一儿一女，2个孩子都在北京德威英国学校念书。在古开来眼里，王露露就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海伍德拒绝古要他离婚的要求。他和那位 Jaffa Cakes 女士喝下午茶时，狠狠吐槽过这件事。他形容当时的古开来，说他现在精神极度不稳定，活脱脱是一个老派的、绝不宽恕别人的中国太后。2011年5月11日，古开来把持有那栋戛纳别墅公司的法人从海伍德的名字换成了徐明的女友，前央视主持人江峰。法人这一换，对海伍德是什么信号？你被踢出局了。这些年，海伍德帮古开来在中国国内对接过重庆某个商业地产项目。海伍德给博呱呱发的那封致命邮件里索要的金额是大约2000万美元。之后呢，海伍德的索款至少分了2次。第一次是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他在天安门旁边一个茶馆里跟古开来面谈，被古一笑置之。第二次是2011年初，他通过电邮请款，直说自己付不起子女学费，要的就是这个补偿。古开来再一次冷笑不理，还跟身边人评价，这个英国人是真疯了。2011年11月初，走投无路的海伍德绕过古开来，直接给远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正在哈佛读硕士的博呱呱连发了几封情绪非常激烈的邮件。最后一封邮件的末尾是那句让他付出生命代价的英文 ：“If you don't pay up, you will be destroyed。”不给钱，你会被毁掉。这封邮件后来在合肥庭审上作为核心物证当庭出示。中国官方通稿的口径是：海伍德威胁了博呱呱的人身安全。这是整桩案子能被定性为古开来为母护犊的唯一直接证据。但事后据英国驻华领事官员说，那封邮件英文原文的语境威胁的根本不是肉体抹杀，而是名誉和政治毁灭。海伍德要毁掉的是薄熙来18大入场的那张门票。长期的药物依赖确实放大了古开来的被害妄想，但真正给他底气去实施连环毒杀的，不是脑子里的疯狂，而是绝对权力的傲慢。他潜意识里坚信，在当时的重庆，没有他碾不死的人，也没有公安局长抹不平的账。Destroyed 毁灭这几个英文字母，它被自动翻译成一种最恐怖的画面：一个外人正拿着狙击步枪，瞄准他在波士顿的宝贝儿子，瞄准她丈夫在18大那张关键的入场车票。财新的胡树立后来一句话说穿了官方防卫杀人叙事最荒诞的那个漏洞。海伍德如果真想杀呱呱，他怎么可能还会傻乎乎的一个人飞到重庆，坐在酒店房间里喝着古开来倒给他的威士忌？海伍德不是什么职业杀手，他只是一个落魄买办。他来重庆是要钱，不是要命。问题在于古开来根本没打算让他活着回去，他要找一个人把海伍德摆平。这个人就是时任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2011年11月初，古开来找到了王立军帮忙，但古开来最初的盘算没你想的那么疯。他毕竟是北大法律系出身，上过美国联邦法庭打过官司的人，亲手沾血的代价他门儿清。他最初要的是借刀杀人，把重庆公安系统这台国家机器开起来，给海伍德安一个罪名，扔进牢里。但王立军磨磨蹭蹭，迟迟没把这事儿办下来。这时候古开来请出了徐明，他和王立军关系也很好。2008年，王立军到重庆后不久，徐明送了他2套北京的公寓，价值285万人民币，登记在王立军岳父名下。11月11日，徐明出现在重庆市委3号楼，古开来当着他的面发飙，骂王立军办事不力。徐明被打发去王立军那里协调。接下来这场对话是整桩案子里最关键的一次剧本调换。王立军一开始对徐明说，海伍德是外国人，不好控制，翻译过来就是抓个老外，外交风险太大，我不愿意担这个雷。徐明扔出一句，听说尼尔在北京也沾点毒。据徐明本人在庭上的供述，这话刚出口，他自己都还没接下一句，王立军立刻接话，这就好办了。在说了这就好办了那1秒之后，谁拍的板谁拿的方案。王立军在那个房间里到底是被动接招还是顺水推舟，甚至主动策划谋杀，从此成了整桩案子最深的一处沉默。新华社通稿后来给出的全部司法语言浓缩在一个轻得像红毛的动词里，经与博古开来等人商议，商议谁，商议什么，11号那1秒到底发生了什么，统统被收进了这一个语义弹性大到无边的口袋里。剩下的故事按通稿口径走，古开来一人主犯，独享所有罪与罚。王立军则被切到另一份卷宗里，挂上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的标签，像个不太尽职的清扫工。11月12日，这是整个剧本的布场日。王立军做了2件事。第一件，他指示徐明，安排人匿名拨打重庆110，举报海伍德是西南贩毒网重要头目。同时，按王立军本人的要求，向王立军自己的手机上发一条同样内容的举报短信。这条短信叫做线索登记，是后续整个监控、布控、抓捕流程的合法启动键。没有这个键，重庆市公安局想动一个外国人是要走外事部门的。按下这个键，海伍德就从一个英国商人
变成了一桩涉毒大案里的刑事监控对象。王立军在自己的系统里做的这份卷宗看上去完全合规。第二件就是在同一天，王立军走进市委3号楼，进了谷开来的卧室。这一段是谷开来本人在合肥庭审的供述里亲口讲的，也是3号楼勤务人员王浩在证词里坐实的。两个人在屋里干了一件事，拆装封在红蜡烛里的毒药。你看，封在红蜡烛里这个细节，这是经过专业包装、防潮、防氧化的氰化物。中国公诉机关在整个庭审过程里对这管毒物的来源始终讳莫如深，只用了一句模糊的时任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夏泽良给博谷开来提供了含有氰化物的毒药带过。氰化物在中国是严格管控的化学品，民间想搞到一管纯品，难如登天。能从重庆市公安局某个隐秘角落直接调一管出来，这个动作大概率只有王立军办得到。调毒过程中，谷开来不知怎么蹭破了手，这位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一边亲自给他查找氰化物的解毒方法，一边喊勤务人员王浩送纱布过来，端来一杯紫色的高锰酸钾溶液。一个堂堂直辖市副市长在市委书记的卧室里给市委书记的夫人泡手、消毒、上纱布。当天，博谷开来指示张小军联系尼尔·海伍德，并一再嘱咐必须由他亲自将海伍德接回重庆。张小军随后电话联系了人在北京的海伍德，半小时后，海伍德回电表示第二天13日有空，并让张小军帮忙订机票。张小军官方文件里的身份是重庆市委办公厅工作人员，正经体制内编制。他真正的角色是博家的勤务人员。他是山西古县人，1979年生，年轻时候给薄一波当过警卫，老一辈去世后嵌进了薄熙来这一支，是博家最靠得住的下人。除此之外，他还挂着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虚衔，博呱呱个人公司呱呱科技公司的监事。第二天早上，海伍德坐着南航 CZ8129 航班的头等舱，从首都机场飞到了重庆江北。一个真正要害呱呱的人，怎么敢去赴一场鸿门宴？这恰恰证明了胡舒立那句话的精确性。11月13日11点35分，海伍德的飞机降落重庆江北机场。从机场出口，重庆市公安局技侦总队的眼睛就贴上去了。郭维国安排技侦总队总队长王鹏飞亲自盯人，海伍德走到哪条出口，上的哪辆车，入住南山丽景，哪一栋哪一房，全部实时回传。下午，王立军第3次走进3号楼，向谷开来汇报实时进度，一切尽在我的掌控当中。但就在这个傍晚，谷开来怂过一次。成都中院庭审材料里，谷的供述说得相当具体。当晚我身体不舒服，他问我怎么还没去，我表示不想去。王立军说那不行，王立军不让他退。王立军在这个关键的傍晚连续做了几件让谷开来没法回头的事。第一件，他让谷开来当场写了一封信，内容是海伍德精神不正常，请求公安对谷开来实施远距离保护。原件被王立军收走，复印件留给谷开来。那这个信什么时候用？万一谷开来杀了人，法律上扛不住。这封信可以倒推证明他是出于对儿子安全的合理恐惧，从故意杀人变成一个母亲为保护孩子冲动下的行为。第二件，在出发前，他进了谷开来的卧室，把门关上，让勤务人员王浩送了一碗面进去。王浩后来在庭审证词里专门提到这碗面。张小军则记得王立军在那间卧室里整整待了20多分钟。那20多分钟里，王立军到底跟谷开来说了什么？没有录音，没有第三个人在场，没有任何一句话留到庭外。但我们可以推测一下，这20分钟他能干什么？一个分管公安的副市长，案发前1个小时主动登门，关上房门，待足20多分钟，他能聊什么？逻辑上的指向已经不太需要我们费力去猜，大概率就是把作案流程表最后对了一遍。还有最后一件事，在20多分钟后，他推开卧室的门走了出来。王立军对张小军说：“备车，瓜妈要见客人。”从这一刻起，发车令从公安局长的嘴里说出。临出门前，张小军还按谷开来的吩咐，往随身的包里塞了一个棕色的维生素 C 药瓶，瓶子里装的不是维生素，是事先备好的毒品，为的在投毒成功后，把现场布成一桩英国佬吸毒过量猝死的漂漂亮亮的悬案。到这一刻，所有的舞台道具都摆齐了。2011年11月13日，星期天，重庆市南岸区南山山顶林区南山丽景度假酒店16栋1605室。那一晚是典型的重庆冬夜，大雾弥漫，浓厚的江雾从山下长江水面慢慢漫上来，把这栋建在半山腰的国营老旧度假酒店包裹得严严实实，能见度极低。CNN 记者 Stan Grant 后来实地探访，形容这地方像一家香港旧片里的破败客栈。11月，酒店淡季，空空荡荡，走廊里弥漫着陈年烟味和发霉的味道。这里僻静、残破，便于切断监控。海伍德是被张小军从北京一路请过来的。海伍德以为这不过是博家妥协前的谈判，一个只想要钱的人不会想到对方想要他的命。晚上大约9点整，1605房的门铃响了，
走廊里的监控早被王立军的人掐断，门外站着张小军和穿着深色外套、化了淡妆的古开来。古开来手里拎着一瓶皇家礼炮威士忌，张小军留在门外走廊望风。房间里只剩下古开来和海伍德。接下来的十几分钟，他们到底聊了什么？没人知道。海伍德这人心大，酒量又一般，大半瓶高浓度的皇家礼炮被他一杯一杯灌了下去，他很快就撑不住了，踉踉跄跄地冲进洗手间，抱着马桶剧烈呕吐，吐得烂醉如泥。古开来拉开门，把张小军叫了进来，两个人合力把一个1米8几、烂醉的英国男人从洗手间地板上拖到了床上。海伍德神志完全模糊，四仰八叉地瘫在床上，嘴里含糊地嚷嚷：“渴，我要喝水。”古开来手提袋里掏出很有中国市井魔幻色彩的凶器，一只普通的小酱油壶，那个壶嘴里此刻盛的是不知道谁配好的氰化物剧毒水溶液。古开来面无表情地走到床的左侧，他俯下身子，把酱油壶凑了上去，把那壶剧毒的氰化物水溶液倒进了海伍德的嘴里。据张小军后来在合肥庭审上的证词说，他听见古开来在喂毒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在轻声用英语和海伍德说着话。氰化物的发作是闪电式的，毒液进入血液，海伍德剧烈地抽搐了几下，双腿弹起，又重重落下，然后彻底失去了一切生命体征。接着他把毒品撒在房间各个角落，伪造猝死现场。最后他走出门，把门把手上那块写着请勿打扰的牌子挂了上去，走到1楼，吩咐大堂经理：“我的朋友醉得厉害，任何人不准去打扰他。”直到11月15日上午，尸体才被保洁员发现，而11月15日这一天恰好是古开来的生日。杀人第2天，王立军亲自来到市委3号楼，他坐在古开来的客厅里，微笑着听这位精神彻底亢奋失常的老板娘声情并茂地把喂毒的全过程复述了一遍。而在他口袋里，一支微型录音笔把他的每一句话都录成了不可翻案的铁证。案后，王立军立刻派出了自己的绝对心腹，市公安局副局长郭维国、刑警总队总队长李阳、技侦总队总队长兼渝北分局局长王鹏飞、沙坪坝分局常务副局长王志，从海伍德尸体心脏部位秘密提取心脏血样。这是王立军未来要挟薄熙来那顶王冠上最核心的一颗带血钻石。我们画面定格在这管红色的心脏血样上。今天我们做个小测试，假设你是王立军局长，我们简称王局，不合适，还是王局长吧。你现在面临2个选项，选 A， 彻底进行制度性隐匿，毁尸灭迹，不留任何物证后手，用一场毫无保留的脏活来换取绝对的政治信任。选 B， 获取政治勒索筹码，像王局长一样利用技术特权秘密提取血样，试图在自己和老板之间建立一种相互制衡的平衡。开始选择 A 还是 B？ 选好了吗？答案揭晓。从政治博弈的底层逻辑来看，只要你走进了那个房间，无论选 A 还是选 B， 都是结构性的死局。先看选 A， 很多人觉得帮老板干完脏活，然后永远闭嘴，不就能安全着陆了吗？不过在缺乏法治契约的地方，单方面的绝对忠诚是无法被物理验证的。你以为销毁了所有证据，但在极度多疑的老板眼里，你本人的存在就是这个系统里最大的物证。你永远无法向对方自证，即便你没有偷偷留下录音或备份，而且外部环境也很蛋疼。中央对辽宁铁岭公安系统的反腐倒查，当时已经逼近了王立军。在面临外部高压时，如果你手里没有任何反制筹码，那你就是上位者用来丢车保帅、物理切割的最完美的替罪羊。在无法自证清白的猜疑链里，毫无保留的忠诚不堪一击。那选 B 呢？这就是王立军自作聪明的致命战略误判。他觉得拿着这些证据就能要挟薄熙来，但他忽略了威慑只能建立在双方实力相对对等的前提下。在博王这种层级森严、权力极度不对称的庇护与护从体制中，下位者一旦私藏了上位者的致命把柄，这叫不可饶恕的政治僭越。面对这种核弹级的安全隐患，上位者的唯一理性选择是不计代价的立刻对你实施先发制人的政治斩首。王立军以为自己在下棋，其实从针头扎进海伍德心脏的那一秒起，他就已经踏上了逃往美领馆的绝命狂奔。11月18日，海伍德的尸体未经任何解剖，重庆公安以饮酒过量猝死为由，逼着他的中国妻子王露露签字，72小时内就被烧成了一捧灰。当晚，王立军给古开来打电话报告进展，他说：“化作青烟，驾鹤西去。”一桩看似完美的密室谋杀案，表面上天衣无缝的落幕了。从2011年11月13日杀人，到2012年2月6日王立军夜奔美领馆，中间整整隔了85天。很多人不理解，王立军手里捏着这么大一颗核弹，为什么要等2个半月才去摊牌？因为这85天里发生了一场黑吃黑，而这场黑吃黑的所有导火索
来自于王立军和谷开来之间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诡异共生关系突然失衡。王立军一开始压根没想掀桌子，他想的是细水长流的敲诈，把血样捏在手里慢慢养，作为自己将来进市委常委，再调到北京当公安部副部长的门票。但谷开来是什么人啊？他的智商虽然被药物摧毁了大半，但红色家族斗了几代人留下来的那种野兽直觉还在。海伍德死后整整1个月，谷开来在3号楼摆了一桌私人晚宴，请王立军的几个心腹小弟李阳、王志、王鹏飞吃饭。这是一场试探局，请你到家里喝酒，你们就是自己人，大家交交心。3个小弟酒后失了分寸，3个小弟大概率说了一些有些可疑的话，让谷开来觉得王立军手里可能保存了一些东西。第2天去北京开会的王立军听到消息火冒三丈，当着自己副手郭维国的面把自己3个小弟狠狠骂了一遍。但那晚酒局已经让谷开来意识到王立军可能真的在背地里搞了一些什么，他得做点什么。不得不说，谷开来的第6感挺准的。12月底，趁王立军在北京出差，谷开来带着张小军和一些心腹直接闯进了市公安局长办公室，以涉嫌贪腐为由，把王立军的家翻了个底朝天。据案卷细节，这次查抄从王立军办公室抄出的东西包括60多双皮鞋、7、8箱衣服、几十瓶香水、烟酒、补品、若干手表与金银，全部被搬运回市委3号楼。据路透社的深度调查，海伍德死后不久，谷开来曾穿着一身他爹谷景生的旧军装，出现在重庆一次公安官员的内部会议上。他在会上做了一段语无伦次的讲话，自称奉命保护王立军。一个50多岁的女人穿着他那个早已过世多年少将爹的军装，在重庆市公安局的会议室里自称奉命，所以你可以看到此时他的精神状态正在以加速度崩塌。而王立军看着这一幕，心里只剩一个念头：这艘船要沉了。王立军意识到，再不想办法保护自己，自己就要被磨成肉泥。光靠拿捏谷开来已经没用了，他必须越过谷开来，直接找薄熙来摊牌，让薄熙来保他。我奉党中央的命令来保护王立军。你有这么高速运转的机器进入中国，黄龙江一派全部带蓝牙，比比拉布，巴巴博伊。2012年1月28日傍晚，春节假期最后一天，王立军走进薄熙来的办公室，正式摊牌。他向薄报告了谷开来杀害海伍德的事情，还暗示了这场杀人案证据充足。据后来济南庭审上王立军本人的庭上证言，薄熙来听完沉默了很久，起身出去走了大约40分钟，回来甚至客气地对王立军说了句谢谢。王立军以为交易达成了，但他严重低估了薄熙来那种刻在红色血脉里的对小弟的傲慢。一个下属竟然背着我筹划了这么多，来要挟我这个即将入常的政治局委员。第2天，也就是1月29日上午9点，薄熙来把王立军叫到小会议室。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薄熙来给了王立军那记改变了中国21世纪政治史的一拳。一拳之后，节奏飞快。2月2日，王立军被免去公安局长。2月6日，王立军连夜从重庆驾车300公里到成都，闯进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3月14日，温家宝在两会闭幕记者会上点名重庆。3月15日，薄熙来被宣布免职。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王立军被带往北京后，那管隐匿多时的心脏血样才被正式移交给公安部复查组重见天日，成了全案最关键的物证。正是凭借这项铁证，2012年8月9日，谷开来在安徽合肥中院被押上法庭。同年9月，王立军也被成都中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13年8月22到26日，世纪公审薄熙来，官方本想借微博半直播展示一把法制样板，结果薄熙来当庭翻供，他在全国半直播下抛出了那套世纪绿帽指控。我来引用济南中院微博实录里他的几段原话：谷开来和王立军他是如胶似漆，谷开来对他是言听计从，那王立军也通过与谷开来的交往中打入了我的家庭，他们俩的一种极特殊的关系，我烦透了，还把王立军的皮鞋拿到我家里去，我让张小军立马拿走。
谷开来从公安局长办公室搬回家的那一堆皮鞋，被薄熙来在济南中院的法庭上当庭说成了老婆和情夫的私情物证。他还说，他真正理由就是王立军他自己已经交代了，他暗恋着谷开来，情感纠结，他不能自拔，也向谷开来做了表白，他侵害了我的家庭，侵害了我的基本情感，这才是他真正叛逃的原因。我一巴掌把他打跑，我有错误，但是一个巴掌就打出一个叛徒来也不容易。为了做这期节目，我可是努力的找了谷开来和王立军可能有暧昧关系的蛛丝马迹。很遗憾，今天所有公开材料里都没有任何一份铁证能证明薄熙来这套绿帽论是真的。但可以确定，王立军在2008年到2011年这3年里，深度的几乎以家奴和情感顾问的双重身份嵌入了这个红色家庭。他对谷开来精神世界的把握比薄熙来本人还要精确。一个政治局委员为了脱罪，在法庭上给自己戴绿帽子，当庭将曾为他打理一切的妻子塑造成一个精神失常、与下属存在私情的背叛者。中国第一红色家庭30年的婚姻与体面，就这么在济南中院的地板上砸成了齑粉。30多年前，谷开来刚嫁给薄熙来时，名字还叫谷开来，来字带着一个草字头，是薄熙来嫌他这个字太秀气，把那个草字头砍了，变成了继往开来的开来。他从一棵植物被异化成了一台只能向上爬、不能回头看的机器。如今，薄熙来在秦城监狱，谷开来在燕城监狱，两座监狱之间隔了70公里。现在戛纳那栋别墅已经被法国政府没收，重庆南山1605房至今还在那里，只是再也没有客人入住，唯独那只普通的厨房小酱油壶永远锁在重庆市公安局的物证仓库里。权力可以从一个家庭里撵出最精巧的女人、最阴险的家奴、最出位的太子，但权力没法保证他们彼此之间不会反过来吞噬对方。30年前，薄熙来在大连亲手削掉了开来的草字头，30年后，他在济南中院的法庭上把谷开来骂成了一个跟公安局长偷情的疯子。而那个公安局长，他可能始终没想明白自己为什么机关算尽，最后还是能被打倒。2012年2月7日，王立军离开领馆后被带到了北京，从这一刻起，他就再也没有过自由。最终，成都中院判处王立军有期徒刑15年。如果他没有减刑，算算日子，不到1年就该出狱了。祝他可以活着出来吧。今天就聊到这里，我是张狗剩，我们下期见。